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神农架，这个是我来神农架的第一个景区啊，叫做天焰山景区。这个地方呢非常好玩，听说是有野人目基地，还有野人洞。今天我们就来参观一下。我现在是等于是在一个山顶上面吧，我旁边这里有一个彩虹桥，所以这个天焰山的景区啊，其实是很多的。它现在是收门票的，但是门票的话99块套票，是联票啊，6个景区一起的，所以非常优惠啊。前面那个就是彩虹桥。彩虹桥过去呢，那边有一个亭子，那个亭子啊，可以是叫做我们说的那个云海佛光。为什么叫云海佛光呢？我们往右边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崇山峻岭啊，在那个地方呢，运气好的话，能够看到旁边那些地方啊，有佛光出来。你们是挑什么东西上去啊？石头上面在装修是吧？哇，好辛苦啊！我们空手上去都觉得很累，你们挑东西还这么厉害。我已经到彩虹桥上面来了，哇，好高啊！震撼，这个地方漂亮。这个彩虹桥是这样来历的，当年这个地方是一整座山，后面为了修建209国道的时候，把这个山爆破，然后形成一个缺口，然后后面呢，为了观赏方便，修建了这样一座全钢结构的观景桥——彩虹桥，连接南北，长58.8米，离地面大概是50米，很壮观的。站在这个彩虹桥上面，特别舒服，因为海拔2000多嘛，风吹着，就跟走在西北一样的。都是为了生活，2块100斤，一趟20，那一天10几趟就200-300块钱了。多注意补水哦，多喝点水。他们挑一次100多斤呢，确实挑上来很不容易啊。我空手上来都有点累，他们还挑100多斤的东西上来。我刚刚一口气爬上来的，海拔2000多米，有点累啊。现在去看野人洞，因为来神农架就是探寻野人的踪迹，所以野人洞一定要去看一下。他们刚刚那些人挑着石头，就是铺路的。确实，一次20块钱就一趟啊，海拔还是挺高的，所以他们每天可能就跑10多趟吧，也挺辛苦的。我现在走到去这个野人洞的路上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就跟我前2天去那个野人洞一样的，那个是在防线的，也是我一个人。不知道大家走在这样原始森林里面，会不会紧张，会不会害怕？一个人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吧，但是我感觉还行。野人洞快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传说野人当年在这个地方居住，这个野人洞比较小一点，旁边那里可以攀岩上去，但是比较危险，我就不上去了。它这个地方有好几个野人洞，这里是单独的野人洞，在旁边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燕子洞啊，燕子洞里面也有那个野人洞。那当年呢，野人就在这里栖息，在这里生活，这个洞口比较小一点点，可能当时在这里住的野人不多，在燕子洞那边的野人可能稍微多一点点。野人洞，你想一想，我刚才从那个桥过来，大概走了1-2公里，所以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开发的话，谁能想到这里能够生存野人，而且这个地方这么隐蔽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属于景区的一条道路，但是呢，在这个道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看到这里有几个牌子，野人目基地，就是当年上个世纪有人在这里看到野人，而且是看到好几个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个地方就是野人目基地。1993年9月3号下午的时候，铁道部10几位专家在神农架旅游，就是像我们现在一样，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当时的司机在急转弯的时候，发现前面20米处有3个野人正低头迎面走来，就是说面对面走。那乘客急忙下车想拦住野人，
但是野人呢看到有人来了，立马就往旁边跑，跑进树林里面。只见呢，我们说走在树林里面，树枝断裂的声音，噼噼啪啪的声音，野人就逃进森林里面了，消失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野人目击，就是野人出没的地方。这个应该是真实可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一个人看，也不是2个人看，是当时的铁道部10几位专家，所以这个是有可信度的。所以当时就在这个地方发现野人，然后野人呢，最终呢，就我们说的从这里面跑下去了，旁边就是马路。当时的野人可能看到有人来呀，他比较紧张，因为害怕，所以立马就跑进去了。当时的那个工作人员呢，想拦住，但是呢，因为也有一个时间段嘛，从车下来到截住的话，隔了几十米，所以来不及。然后野人本来就比较敏捷灵活，然后自然而然就逃走了，看不到了。所以整个神农架呀，关于野人的记载，这个应该是最近的一次记载了。我们刚刚看了野人目击地，还有那个单独的一个野人洞。我们现在就看一个燕子洞，燕子洞里面听说也有野人洞，所以关于神农架这些野人洞的故事啊特别多。走到这个地方，跟走到空调房一样的，吹着有点冷啊，跟空调的风是一模一样的。它刚好这里是一个山口，所以呢，走到神农架很多这种山口啊，吹着风，就是跟空调一样的。前面就到燕子洞了，这个洞口呢比较大一点。这个燕子洞为石灰岩溶洞，因为栖息了数千只短嘴金丝燕而得名。洞口海拔的2343米，高17米，宽20米，洞口宽大。洞内面积呢大概有420平方米，并且啊，那个里面呢，听说长度呢有3700米，所以我们走起来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就是燕子洞啊，有点跟那个湖南永兴的那个坦穴啊相像，因为湖南很多那种洞穴里面是有人居住的。那这里呢，居住的动物是什么呢？是燕子，有几千只燕子啊，而且里面的洞穴呢有3公里长，所以呢比其他的地方看到的洞穴都大都长，大可能比不上，但是长度的话是我看到的最长。我们先去里面看一下。现在这个地方很凉快，还能听到很多那个燕子在叫啊，在飞，燕子特别多啊。地方就是燕子洞，探明的洞深大概是3750米，也就大概是快4公里了。我们去里面看一下。当然了，开放是没有开放这么长的，开放了200-300米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以前呢燕子很多。我们现在呢，里面非常昏暗，哇，走到这里非常冷啊，风吹过来，哇，好冷。这里也有野人洞。我们走一走，这边能够走到彩虹桥。哇，这个都是挖出来的。但是野人洞在哪里呢？去看看野人栖息的地方。这个景区还是挺大的，在那个整个神农架这边，像这样的石洞特别多。继续走，这里有一个桥，连接着2条山脉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洞穴啊，没有这个桥是过不了的。这个有点复古的味道吧？那个用那个藤的形状，这个就有点像原始社会野人一样的。通过另外一座山，来看看，它这里是一座山接着一座山。哦，又出来了。可能我们刚才看的那些洞啊，就是野人洞。就野人生活的地方，躲在这里生活。整个这个景区我们就差不多逛完了。那边一个野人洞，这边一个野人洞，然后这个是彩虹桥。现在到下午人越来越多了，刚才来的时候人很少。然后我们要从这边下去，那边是南门，然后有个镇，今天就可能在那边租车。天空的云朵很漂亮啊。